好，兄弟们，今天我们一起来测试这台张雪的820双 R 说实话，这台车我已经期待它很久了。从张总一上市就宣称它的性能有多牛逼，到他拿下 WSBK 的分站冠军我一直非常期待测试这台车。终于最近我们在乐无限租车小程序上可以下单这台车了。他们商家买的新车来租的，500多块钱一天。像这台车实际上它是一个全红的外观，然后他们买来之后还贴了一个这种贴纸我个人感觉整车外观这一块虽然见仁见智我个人觉得还算是挺帅的。那本节目将包括100公里加速实测、刹车实测和马力机实测3个部分今天咱们就好好来盘一盘这台雪子820，看看它性能到底有多猛，好吧？咱们直接来到第一视角。像钥匙的话，它是用了一个这种无钥匙启动这个是感应钥匙。然后坐垫摁这个用机械钥匙打开坐垫，那这个感应钥匙咱们就把它揣到兜里就可以了。先来感受一下它的坐高我赤脚是176的身高，坐的这上面可以做到2只脚全脚掌着地。咱们来开机，开机是摁一下这个张雪摩托的一个 logo。 OK， 那来的路上油我已经加满了，然后包括刚才在这里已经简单的试过这台车，现在车辆是日车状态咱们先点火来听一下它的声音。油表自检，它空挡有一个7000转左右的转速保护咱们挂上档来听一下它的声音。好，其实整个仪表的 UI 设计我觉得还是蛮清晰明了的最重要的转速在最上面，然后是时速、档位提示，然后这边是你的电控的一些提示，然后就是油量、水温，这个是圈速计时器。那这个是你刹车捏了多少，刹车捏了多少。怎么选择这个动力模式呢？2种方式第一个是右手手把的帽子键，可以快捷选择按一下之后再按左手手把的上下选择键，一共有5种模式Road、Sport， 还有2种自定义，这个是快捷选择。那第二种详细调整呢，我们就要按左手的 Enter 键，然后再按一下。那仪表模式也有2种我现在选择赛道模式，还有个日常模式，然后向下选择驾驶模式。在运模式下，它的发动机功率和发动机制动都是调到最弱的，也就是说它最大限度的减少我们这种拖拽感。然后 ABS 跟 TC 是调满的是适用于湿滑路面，这个逻辑我觉得 OK 没问题。咱们看下一种，弱的模式下，功率跟制动调到2档，然后 ABS 跟 TC 都是2档需要适合日常骑行，也就是说它电控介入于其中的。Sport 模式，功率跟制动全满，然后 ABS 跟 TC 是1档介入最弱。然后就是2组自定义，然后在驾驶模式预设里面，我们可以直接选择自定义的预设刚才我已经预设过了。我们功率调到最满，然后发动机制动也调到最满，然后 ABS 我们调到1档，就让它介入最小ABS 还可以选择关，那我们调到1档。然后 TC 我们可以就直接关闭就可以了。好，然后再往下选择有近光灯设置、换牌设置然后一些设置选项，然后就是连接设备，然后车辆参数、保养信息什么的。然后这个应该是连接手机可以听歌的，这个是打电话的，这个是扫 APP 跟手机互联的。OK， 好，现在可以看到它的功率是全开的，然后发动机制动全开的，ABS 1档最弱，然后 TC 是完全关闭的 ，TC 指示灯也亮了。好，下面咱们先来看一下它几档破百，好吧？1档占油表显示137公里每小时左右我们来看 GPS 131.4公里每小时。2档表显是171公里每小时左右我们来看 GPS 是164.2公里每小时。好，那下面我们进行100公里加速测试车辆满油，标准胎压，关闭 TC， 动力模式全开。我的体重是65公斤，测试环境温度28摄氏度。
经过实测啊，这部车100公里加速耗时是 3.0 秒，1档破百；0到200公里加速用时是 9.1 秒；0到400米加速用时是 10.6 秒；400米尾速是 215.6 公里每小时。极速我们也测了，表显极速是288公里每小时左右，此时的 GPS 极速是 255.5 公里每小时。那目前这个0-100成绩呢，在机车圈跑车加速实测排行榜中暂列第3位啊，跟本田的火刃3个 R 是一样的，但是04是没有火刃快的。不过如果是820 3个 R 的那个版本就不好说了啊，咱们可以期待一下。如果你对这个速度没有概念呢，我们还是拿地表直线燃油最强4轮啊，保时捷911 Turbo S 做个对比来娱乐一下。那根据国内某专业汽车媒体实测，16款的911 Turbo S 就 3.8T 的那款100公里加速成绩为 2.98 秒，0到200米加速用时是 9.78 秒，0到400米加速用时是 10.79 秒，400米尾速是 209.11 公里每小时。除了0-100张雪慢一点之外啊，都是这个雪子820胜出。所以如果你问我这台车新手能不能买啊，你自己掂量掂量吧。不过虽然它很快啊，但实际体验下来呢，这台车给我的感觉它并不难上手。第一啊，也是最重要的是它的油门调的并不冲啊。咱们来看实测画面，现在是功率全开，然后提推关闭了。然后我现在是离合不动，单速状态。我们给油，哎，没问题啊，给油，给油，你包括到了转速相对比较高的，我就先转，我再给油。是吧，兄弟们，这还是动力最猛的模式啊！所以说，如果在 Road 或者是 Rain 模式下，我没有试，大概率呢，它的油门表现会更友好啊，我觉得。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整备质量控制的比较好，操控上车也不会跟人较劲。不过我觉得在左右快速翻身的时候啊，这部车反应有点慢啊，可能是拖曳距还有重心设定的原因，需要你的身体更多的参与进来。下面咱们进行刹车测试啊，配置方面的素材没来得及拍摄啊，咱们就不多说了，反正网上一查一大堆。特别说明一下，因为前面我那个 ABS 调到1档啊，我发现测试的时候，你只要刹重一点，它尾巴一定会翘起来，所以后来我就把这个 ABS 调到2档了。在2档模式下啊，你全力刹车的时候，其实后轮也会离地啊。测试执行机车圈刹车测试标准，测试环境温度28摄氏度。经过5次连续刹车，成绩分别为 37.1 米、40.8 米、40.9 米、41米、41.1米，平均刹车距离是 40.18 米。目前这个刹车成绩在机车圈跑车实测排行榜中暂列第1位。下面咱们简单聊一下它的刹车感受啊。首先从5次连续刹停距离来看，几乎没有热摔的，刹车手感上同样感觉不到什么热摔。这时候你就要说了，怎么第一把这个刹车距离跟后面差了3米呢？这里呢是因为第一把我刹的太猛了，后轮直接翘起来，它翘的蛮高的啊，所以后面4把我只要感觉后轮它轻微离地了啊，这个前刹车我就稍微放掉一点。咱们首先要确保安全嘛，对不对？又不是玩特技。在 ABS 这一块呢，它的逻辑指令正常，成熟稳定。前轮 ABS 在2档的模式下调教是偏极限的，弹手感微弱，反弹频率适中，但是没有什么高级感。后轮 ABS 调教适中。在前减震这一块呢，我不知道租来的这台车有没有调过啊？我的体重是65公斤，大概是7分运动3分舒适这样的调性，点头抑制做的还不错，包括它的中后段支撑性也不错。在轮胎抓地力这一块，测试当天环境温度是28摄氏度，抓地力表现没有任何问题，信心建立也很好。那这对胎呢，我觉得只要不是去赛道里推成绩啊，对绝大多数摩友都是够用的。在升级建议这一块呢，如果你追求极致的刹车手感啊，可以考虑更换更好的直推上泵。下面咱们就进行马力机测试啊，一起来看看雪子的轮上马力能做到多少匹，它的动力曲线调的怎么样。测试执行机车圈马力机测试标准，测试环境温度30摄氏度，环境湿度38%。经过实测呢，这部车跑出了轮上 126.13 匹 73.94 牛米的数据。参照它官标135匹的机头马力，轮上马力达成率大概在 93% 左右，属于优秀水平。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在我们的马力机上是达不到冲压进气工况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马力图吧。图中红色是马力曲线，蓝色是扭矩曲线。从双曲线走势来看呢，机器是高转性能取向的调教，最大马力出现在12500转左右，最大扭矩出现在1万转左右，机器在13500转左右段有。从双曲线的凸性来看呢，前面调的都没
什么问题，4500转左右第一个小爆发，6500转左右第二个小爆发，但是到10000转左右啊，它蓝色的扭矩平台大家看啊，出现了一个小下滑，大概是轮上掉了4牛米左右，然后后面呢又升了一点啊，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果这里这个扭矩平台能平着过来的话，就更完美了，说明这里还有向上优化的空间。那马力图对比咱们先暂时不做了啊，等不及的小伙伴可以自己在手机上打开机车圈先对比一下。明天我去测试那个 QG 的赛921啊，不是很多人都好奇，都想知道这两台车到底哪个更快吗？这个答案很快就出来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